是 Jenn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加坡华人在新年时的一些文化啊、习俗、习惯等等的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想要跟大家声明一下，习俗是一种文化，而文化是一个不断在进行着、不断在改变的一个东西，也会因每个人的环境啊、成长背景有所不同，所以就因人而异，没有对错。我今天会分享的是我自己会遵守的一些习俗啊，还有我身边亲朋好友的一些习俗习惯和我自己观察的一些啦。会有一些习俗我没有分享到的话，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跟我分享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捞鱼生或简称捞黑，据我所知，好像是新马一带的一个文化习俗来的。但是好像新加坡人更爱捞黑了。我们新加坡人可以从新年前捞到年15都不是问题。还有我自己是很爱啦，所以我觉得很 OK， 我很赞同捞鱼生。简单介绍一下捞鱼生 ，basically 就是捞鱼生，就是把鱼生捞起。那什么是鱼生呢？鱼生就是一盘东西，里面很多不同的菜，很多不同的酱、饼干啊，还有鱼片。我们的习惯是每一样菜跟每一样加进去的料都有一个吉祥的含义。当我们把每一样材料加进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一下祝福的话或吉祥的话。比如说放那个饼干的时候会说黄金满地啊，放鱼片的时候会说年年有余等等的。然后在放完之后，我们就会捞啦。大家一起拿筷子一起捞，边捞边说一些祝福的话，新年的新希望，这就是捞鱼生了。然后捞完也一定要把它吃完，不可以浪费任何的，因为浪费会代表你的新年的那些祝福跟好运会浪费没有了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吃光。没有吃过鱼生的朋友，简单跟你们说明一下它的味道，其实有点难解释，因为味道比较特别一点。它就是很多蔬菜，然后鱼片、饼干，还有一点酸梅酱这样的一个酸酸甜甜的味道，还不错吃。在新年期间有来新加坡的朋友，可以去我们的超商买那种已经pre-package， 他们已经弄好的鱼生来尝试一下啦。可是据我自己所知，外国人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味道。新加坡人在过年时很喜欢吃火锅，我们可以从年除夕吃到年15都不会觉得腻，完完全全都不会是个问题呢。每个人还是很常吃火锅。我自己认为有3个原因啦。第一是火锅是一个围炉的意思，围炉在华人的定义是团圆团聚，跟家人朋友一起欢乐的一个时光。所以可能就在年除夕呀、新年就比较想要吃火锅。第二个原因就是火锅准备起来比较方便，所以我们常常去朋友家、亲戚家拜年的时候，都会看到桌上都是准备着一堆食材，还有一个锅给你下面自己煮自己吃。老实说，比煮一堆年菜来说方便很多，容易很多，也比较可以迎合大家的口味啦。最后一点，我觉得新加坡人就是那么的爱吃火锅，我真的有一点不明白，因为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嘛，然后尤其在农历新年的时候，特别的热，特别的闷，可是我们还是很喜欢吃火锅。其实不止在新年期间啦，在平日之间，你看新加坡海底捞啊、美人锅啊，这些都是大排长龙，超多人爱吃的。所以最后来说，应该就是因为我们很爱吃火锅。以我自己而言啦，我年除夕吃火锅，初一也吃火锅，我就在剩下的新年都不想再碰火锅了。可是如果你跟朋友去拜年的话，难免还是会吃火锅的。新加坡人去拜年的时候，一定身上都会带至少2粒柑，就是 Mandarin Orange 芦柑，我们称它为柑，绝对不可以是单数，一定要是双数，就是成双成对的意思。
我们在跟长辈拜年的时候，会拿2粒柑跟他们说一些祝福的话，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们一个红包。所以如果你在新加坡过年的话，去朋友家，记得千万一定要带2粒橘子哦，不是普通橘子，一定要是这种 Mandarin Orange。说到柑，就要说到红包。在新加坡的习惯，只有已婚人士需要给红包哦。所以不管你到什么年龄，只要你是单身，你都不需要给红包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经济允许，你想要包给自己的父母长辈，当然也可以啦。可是我们的习惯是，只有结婚后的人才会发红包。所以不管到什么年龄，只要你没有结婚，你的亲戚朋友，大家看到你，只要跟他们拜年，他们都可以给你红包哦。我自己听说好像是结婚第1年不一定要给，可是还是很多人会在结婚第1年就开始给了啦。对，所以不要结婚比较好，因为会有很多红包。超爱赌博，新加坡人在过年的时候超级爱打麻将，还有玩扑克牌啊，就21点 Blackjack 这种，他们超级爱。可是我自己是不赌博啦，所以我只是知道我身边所有亲戚朋友很爱在新年期间打麻将、赌牌什么的。我自己猜想是因为很多亲戚也许1年才见那么1次，然后每个人聚在那里，不是滑手机吃东西也有点尴尬，干脆就一起来赌博，还比较热闹，气氛还比较好呢。然后小赌怡情嘛，新年就有点气氛。初1不能打扫，也不能洗头。我相信不止新加坡华人有这个习俗吧，好像是大多数的华人过新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啦，会有这种习俗习惯，不要去洗头，不要去扫地，是因为不想要把好运扫走洗掉，想要把所有的 good fortune 或者 prosperity 留住的意思。我相信守岁是华人传统的一个文化跟习俗来的，当然新加坡也有人会遵守这个习俗，我自己家是没有特别去讲究要去守岁的。然后说一下守岁的概念啦，守岁的意思是为了要为长辈祈福，祈祷他们能够长命百岁的意思，所以晚辈们会在年除夕熬夜比较迟睡，为了帮长辈祈福啦。新加坡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会放2天假期哦，就是初1还有初2，所以初3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回去工作上学了。可是今年例外，是因为年初2落在星期天，所以星期1的年初3也是一个补假日。相较于其他有庆祝农历新年的国家来说，我相信新加坡的年假放的是比较少了，我们就放2天，其他国家可能放好几天呢。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是多元种族的一个国家，所以每个种族都会有特定的几天的假期，像是华人的话就是农历新年的2天，然后马来人就有 Hari Raya、Haji and Hari Raya、Puasa 就是开斋节啦等等的。所以即使是别的种族的节日，我们也会放假。还有在年除夕的时候，学校还有很多公司其实都会放半天假，像是从早上9点做到1点，让员工们早点回家去准备年夜饭等等的。最后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人在过年时会吃的一些零食啦。当然，像什么梅子之类，我们也有。可是有些我认为是比较像是新马一代比较特别的一下，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。第一个当然是黄梨塔，这个是馅包在外面的，还有另外一款是馅包在里面的，这是新加坡人很爱的一个新年零食。另外一个是这个，我自己很喜欢这个，这叫 Heavy Ham， 就是虾米卷啦，里面就是包虾米啦，辣辣的。有些地方他们会把肉松巴糊，那个就不辣，就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吃。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 Heavy Ham 的，很好吃的。还有这个
Love letters，顾名思义，因为它长得很像 love letter，所以它叫 love letters。这个是比较像是斑斓一点的味道，还不错，脆脆的，可以一直不停的吃，所以是很上瘾的哦。另外一个我自己很爱的是这个龟巴葫芦，这个是鸡蛋糕来的，好像是一个马来人的一个点心来的，但真的特别好吃。这个不止在新年时候会看到，平日在面包店都可以买得到的一个点心。Kui Bangkit， 它是有椰浆粉面粉之类的去做的，所以你放进嘴巴它其实会融化的。我自己还行，这个我还好哎。当然还有我们最爱的肉干，如果在新年期间你会发现林志源肉干、美珍香肉干，还有很多不同肉干店都会大排长龙。这些只是一些我们会常吃的一些新年零食啦，当然也还有很多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还可能会以后再跟你们分享。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新加坡华人在新年时的一些习惯习俗，还有我们喜欢吃的零食哦。当然这是少数几个而已，还有很多我没有说到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铃铛哦。我们就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